订婚那天，男友割了我们全家。等我找到他时，他在桥边闹着要自杀。在我的再三追问下，他只能承认自己裸聊被诈骗，没脸见我。我恋爱脑上头，还反过来安慰他，没事，钱没了再赚。话还没说完，男友紧跟着开口，那婉婉，你能把你爸妈给你准备的嫁妆房卖了，让我补上这个窟窿吗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5月初6，星期六，诸事皆宜，这也是我跟纪林选的好日子。1个月前，他给我们的3年恋爱画上了句号，在几个共友的簇拥和起哄下，正式向我求了婚。当然，我同意了，不是非他不可，只是看身边的朋友陆续都结了婚，总有种再不结婚就要被落下的感觉。我已经30岁了，不想再拖了，万一拖到最后变成高龄产妇，不知道会不会后悔自己应该结婚就好这件事。反正日子怎么着都能过，凑合着也能过。两家人商量了好长时间，最终定下了这个日子。1个月的准备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不放心纪林那红配绿的直男审美，所有的订婚结婚用品都是我自己买的，而今天的订婚宴更是我花高价找的定制公司。无论是 KT 板、订婚书、果盘、蛋糕甜品台、花瓶装饰品，还是订婚戒指和各种大大小小的花束，都是我精心准备的。纪林那个死直男不上心，可我不行，运气好的话，一辈子就这么一次。我可不想以后回想起我的订婚宴一片狼藉。今天是我们订婚，可就在这个我们都选定的好日子里，在2家亲戚宾客满座时，在12点时，纪林失踪了。跟他一起失踪的还有我的15万彩礼。起初我爸妈的意思是，订婚宴前几天让纪林把钱转给我，我直接从银行预约取出来，走个流程后再还给他们，存进卡里，以后我们就不动了。为此，我还特意准备了礼金盒，打算拍完照就锁起来，交给4位老人一起保管，免得到时候人多或者着急起来忙忘了。不知是纪林的想法，还是他爸妈的想法，人家死活不同意先把钱给我，非要订婚当天自己亲自带过来，不是小数。我也理解，出于对对方的尊重，我没强求。可现在很显然，我不管的结果就是礼金和纪林一起失踪了。我打电话他不接，他爸妈打电话他也不接，无奈我只能配合摄影师草草拍了点单人照片后，就让大家开饭了。迎着爸妈担忧的眼神，我安抚似的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们先吃饭。我心里有事儿，吃不下，索性猫到外面，疯了似的给纪林打电话，可他不仅不接，在我的狂轰乱炸下还关机了。我开始忍不住瞎想，好的坏的都想。纪林会不会把彩礼搞丢了？他会不会是反悔不想跟我结婚了？还是他在来的路上出车祸了？亦或是被飞车党抢劫了，跟人家同归于尽了吗？越想越害怕，我颤抖着手几次想打110报警。我疯狂给他发微信时，身边多了个人影。二叔家女儿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哟，秦婉婉，你长跑恋爱的未来老公是不是放你鸽子了？他要跑了。我阴恻恻地盯着他，缓缓吐出一个滚字。表妹耸耸肩，没事，你心情不好，骂我也能理解。对了，我就是来告你一声，你订的饭不错，下次订婚宴也选这里吧。说着，他笑着离开了。不怨他，其实我们全家都不怎么喜欢纪林。他学历不高，没什么赚钱的本事，
工资甚至只是我的一半，而且还喜欢异想天开，想开店想创业，但又舍不得付出，安于天命。工作后的时间除了陪我，就是在网吧上网打游戏。我爸曾恨铁不成钢地质问我：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快30岁的男人了，还天天在网吧打游戏的？当时我还憋着一股劲替他辩解，那怎么了？那也比出去乱混乱玩，在酒吧喝酒强吧？现在想想，我真是脑子进水了。大专毕业后，季林不想工作，在家里的支撑下又玩了2年，直到自己瘦得体虚，甚至混到了连网费都得问家里要的程度，他才发现自己毕业这么长时间，手头竟然1分钱都没有。知道儿子想上班以后，他爸妈又是花钱又是找人，才勉强把他塞进某私企做小主管。1个月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勉强有个地方规范他，而且赚的钱也能够自己温饱。他爸妈很满意，季林也很满意，毕竟每天被人毕恭毕敬地叫着主管季哥，他挺开心的。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爱，也没有细水长流的情，我们只是经朋友介绍偶然认识的。彼时的我刚跟前任分手，急于认识新人，打消之前分手带来的痛苦。朋友见我失魂落魄，顺手给我推了他的微信号，我一时上头，直接加了联系方式，就这么聊了起来。很巧合的是，我们工作单位离得不远，断断续续认识了几个月后，期间他又碰巧帮了我几个大忙，我们来回请客、聊天、看电影、约会，一来二去就这么熟人了。大家年纪都不小了，现在认识个人又不容易，从头了解也很难。再说季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和毛病，凑合凑合也就算了。于是在第 N 次出来吃饭时，我没忍住问他，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季林愣了一下，沉思了片刻，我挺想和你在一起试试的，就是不知道。我赶紧打断他，我愿意在一起吧。确定关系后，我们不同于很多热恋情侣，连吃饭都要坐在一顺便，相处模式反而更像老夫老妻。我们在一起吃饭，下班后散步遛狗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结婚多少年的伴侣。只是有时候我会看着他的侧脸发呆，我想我们之间唯一可惜的地方就是没有太多的爱情，只有合适。可是合适就已经很难得了。我私心想着，在一起是我先提的，可结婚一定不能我先提，我又不是嫁不出去，也不是非他不可，好歹是终身大事，女人主动一辈子像什么话？所以在30岁这年，在所有人都对我们不断催婚的情况下，我一口咬死不结，不着急结。这么一拖又拖一段日子，我能等，可季林大概率是等不了的。换言之，季林爸妈不太能等的了。季林已经34了，跟他同岁的人孩子都上学了，可我们还在不清不楚的谈恋爱，结婚更是提不上日程。在他家里的逼迫下，他最终还是向我求婚了。我们给介绍人包了个大红包，他笑着接过。结婚是2家的大事，双方家长都很重视。他们坐在一起聊得很好，不仅定了日子，还定下了彩礼和陪嫁。我俩门当户对，家庭情况也差不了多少。他爸妈给出的诚意是全款房子和15万的彩礼，而我爸妈也早给我准备好了嫁妆，同样的全款房子再加1辆车，2笔出手不小的赔礼，羡煞了许多人。这一切都太顺利了，顺利的我有些害怕，总觉得会丛生变故。果然，现在这个变故就猝不及防，咚的一声砸在我头上，打得我措手不及。季林不想娶我，季林失踪了。
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，手脚甚至都发冷。我在门口浑浑噩噩地给他发消息。纪林妈妈从里面出来，她握着我的手，关切道：“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我们去找找，你别多心。纪林不会不想娶你的，你是我们家认定的儿媳妇。”我点了点头，浑身无力。我把一屋子亲戚安顿好，转身走出了饭店，正准备打下一个电话时，我的电话响了。我误意接通，对面就传来阵阵咆哮声：“你是他女朋友吗？快来临水桥，你男朋友要跳桥自杀。”临水桥离我们这里很远，就算打车也得半个小时，跟我们这儿一点都不顺路。纪林为什么会绕远去那儿？我一下来了精神，迅速打车往临水桥跑。在车上，我怕未来公婆担心，只是给我妈发了消息，告诉她纪林找到了，让她帮忙在吃晚饭后就把大家各自疏散回家，订婚宴改日再办。忙完这一切后，我揉了揉发闷的脑子，瘫在座位上。我想，没有一个订婚宴上的新娘比我还要狼狈了吧。等我赶到临水桥的时候，车都开不进去，附近早就围了一圈圈的人，还有不少警车和消防车停在周围，似是要解救他。我定睛一看，纪林穿着一身邋里邋遢的衣服，正摇摇晃晃地坐在桥顶上，看着装扮，俨然不是今天出门后才决定跳桥的。难道是他碰到什么事了？一早就想好打算自杀的。我拨开人群冲进去：“纪林，你干嘛呀？快下来！”大家一看我认识他，纷纷给我让道：“快给他让一下，让他哄下来！让！”警察们维持着秩序，同情地看着我。听围观群众说他好像是被诈骗了，你还是了解一下，好好安慰他一下，别让他想不开自杀呀！诈骗！一瞬间，我想到了我那不翼而飞的15万彩礼，但此刻人远远比钱更重要。我一边接过警察递来的小喇叭，一边向上吼喊着：“纪林，你听我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我们在一起3年，今天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你忘了吗？千万别想不开，钱没了还能再赚，人没了怎么办呢？你忍心丢下我和你爸妈就这么跳下去吗？死容易，活着更难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连活着都不怕，为什么还要去死？”不知道我哪句话触动了他，纪林双眼红肿，猛猛地回头看我，嗓音虽哑，但我依稀能听到：“你说，不管怎样，你都原谅我。我已经顾不上丢人了。”更顾不上拿着手机到处拍摄的群众，疯狂点着头：“对，我原谅你，原谅你今天割了我们所有人，原谅你关机玩失踪闹自杀，原谅你被骗了钱，那是骗子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错。纪林，就当是为了我，你下来吧，行吗？”他头发乱糟糟的，衣服也在桥上摸爬滚打的脏兮兮的，踉跄着趴在桥边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你说，你原谅我？”我忙不迭点头。看我转移了他的注意力，消防员从桥的另一侧系好安全绳，蹭蹭几下就跟他上到了一个平面，趁他一个不注意，拦腰拖着他往下降。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间，我只能捂着嘴惊呼，看着纪林不顾消防员的危险，在几米高的桥上疯狂挣扎，甚至惊慌中还弄掉了自己的一只鞋。他狼狈又可气，我一瞬间觉得很丢人，很想跟他分手，可人是自己挑的，万一因为我分手，他承受不了打击，再次自杀呢？想了想，我冲着他跑过去，把他从地上拽起来：“纪林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，好吗？”他在我怀里哭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纪林跳桥惹是生非，不仅踹伤了一名救援的消防员，他的视频更是在网上疯狂传播，
标题大而醒目：34岁男子被诈骗，想不开自尽，柔情女友当场挽回，泪洒桥边。共友把链接发给我，我看了直摇头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纪林爱得多深呢。苍天知道，我只是想让他赶紧下来，免得让我一个人在下面丢人败兴罢了。被拘留了5天，罚了200后，纪林被放了出来。彼时的我正在家里休息，打扮得焕然一新的纪林带着他爸他妈，提着大包小包来给我们一家赔礼道歉了。他有些不敢看我爸妈，把东西往下一放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：“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太蠢了，才会被人诈骗。现在不仅弄丢了给婉婉的彩礼，更是拖了一屁股债。你们不原谅我，不肯把女儿嫁给我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”我爸妈互相对视一眼，这时候要是真不让我们结婚，那免不了会被说个落井下石的名头。可真让我们结婚了，那不是让我嫁过去就开始帮忙还债了吗？一时间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爸将他扶了起来，沉了沉声：“你被诈骗了，因为什么呀？”纪林还没来得及张口，他爸妈就飞快抢在他前面开了口：“投资、传销。”2个人异口同声，内容却大相径庭。我爸也不是傻子，低头看了看一言不发的纪林：“到底是什么？”纪林摸了摸鼻子，结结巴巴道：“就是我本来准备去投资的，结果不小心误入传销了，人家骗掉了我的积蓄，漏洞百出。”我爸妈根本不可能相信。果然，我妈拧着眉头继续问道：“既然是投资，为什么动婉婉的彩礼？”纪林，你不是分不清利害关系的人，而且你这个年纪了，什么是电信诈骗？你们不应该比我们这些老年人更清楚吗？纪林回答不上来，索性跪在地上，默不作声了。他妈看儿子受了委屈，坐过来拉着我妈的手：“亲家，你看我们都是当妈的，孩子嘛，难免会犯错，你要不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以后钱还能挣？”纪林是个好孩子，不想拖累婉婉，当时才没去订婚的。要是他瞒着你们，就跟婉婉订婚结婚了，这些事都不告诉你们，你们那会儿也没辙呀。我在一旁坐着，差点笑出声。感情我还得谢谢他呗。我妈眉头一紧，就要开口反驳，被我拦住了。“爸妈、阿姨、叔叔，我想和纪林谈谈，方便吗？”4个人果断点头，毕竟年轻人的事还得我们年轻人自己办。回到我的房间，我双手环胸，拨弄了2下手机，不动声色地点开了录音，余光甚至还能看到不断偷偷打量我的纪林，冷冷道：“说吧，你到底为什么会被诈骗？别用那套说辞对付我。4年了，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你的谎言漏洞百出，连我爸妈都不信，我怎么信你？”纪林又学着刚才的样子，跪在地上抓着我的睡裤：“婉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我心下暗道不好，既然纪林这么说，那肯定是不太好的事，出轨、聊骚、包养、仙人跳。我想一个词，太阳穴就跳一下。可是不对呀，正如我爸说的一样，他都这个年纪了，吃过的饭比我走过的路还多，自然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呢？我压下心头翻滚的怒意，表面上淡淡道：“我不生气，你说吧。”纪林一边观察着我的神色，一边惨兮兮地开口：“其实我是被威胁了，人家一开始让我给2万，我给了；第2天又让我给3万，我也给了；后来让我给10万，我不想给，可是他们威胁我，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，还要给我的领导和同事发。宝宝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什么工作，我怎么能让大家
知道这件事呢？没办法，我只能从你的彩礼里拿了。我本来以为拿了这么多钱，他们就能放过我，可是后来他们还要10万，我给不起，他们就骗着我让我网贷，我一下贷出来40万，都被骗走了。在榨干我以后，他们就删了我。这事儿虽然过去了，但我一想到你我就心痛啊！我怎么能浑浑噩噩的把你的彩礼都给出去呢？我越听越不对劲，这套路怎么这么熟悉？我定定盯着他，你到底因为什么被威胁诈骗？纪林咽了口唾沫，突然跪在地上，眼圈一红，哭了出来。那天晚上我没事干，你又早早睡了，我就裸聊了。乍一听这2个字，我眼前一黑，没忍住脚下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床上。裸聊，我不是保守的人，有些事我也同意。尽管这样，他居然还不满足，可笑！我男朋友在跟我求婚后，竟然还会上网裸聊，还被骗了几10万，而我前2天竟然还当着大家的面，信誓旦旦地保证，不管发生什么，自己都会原谅他。这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才像那个小丑，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。纪林涕泪横流地讲起了事情原委。今天距离他被骗仅仅过去1周，他家攒他的彩礼钱花了半辈子，可花掉这些钱只用一瞬间。那天晚上我们互道晚安后，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，不小心点进一个网页，又不小心按到一个弹窗，骗子要加他的企鹅，要跟他谈视频，还要给他看些男人都爱看的东西。纪林抹了把眼泪，呜呜咽咽地解释，我真是鬼迷心窍，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打开了。他顿了顿，对方要看我就给他看了，还让我帮忙点个赞，完成任务什么的。我没多想就点了，可我刚点了，他就露出本来面目了。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转钱，否则就要把我的照片发给通讯录里的所有人。婉婉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我冷笑了下，所以你就能失去我？纪林了一声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我相信你不会因为10来万就离开我的。婉婉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我从来没有跟女同事说过话，从来没有对不起过你。这次真的是一时脑残，鬼迷心窍，否则我怎么也没有胆子做这事儿。你就看在我们以前的情分上，原谅我一下行吗？你那天不是说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会原谅我吗？婉婉，算我求你了。看着他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嘴唇都被自己咬出了血，我恋爱脑上头，心下一软。纪林，钱没了，我们可以再赚。话还没说完，纪林摸了摸后脑勺，紧跟着开口，那婉婉，你能把你爸妈给你准备的嫁妆房卖了，让我补上这个窟窿吗？我气乐了，妈呀，好大一张脸！见我笑了，纪林以为事情有转机，连滚带爬的从地上起来。婉婉，我可以给你写欠条的，而且我妈说了，既然我们2家一家赔1套房子的话，那卖1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知道的，网贷都是高利贷，我还不上是要被打击报复的。那我以后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孩子怎么办？他妙语连珠，一串串的喷了出来。我撑着头看他，看来在家里，他跟他妈没少对台词啊。我这个人虽然有点傻，虽然有点恋爱脑，但我从小就对数字和金钱格外敏感。现在让我谈笑间就背上40万的外债，还指望着我卖房补贴，我脸上写着很好骗3个字吗？他们想屁吃呢？我装作懵懂，那你怎么不卖你爸妈正在住的那套房子啊？那房子更大，不仅能卖40万吧？纪林哽住了。我爸妈老了，禁不住折腾了。本来就因为我这件事觉得丢人，懒得插手，我咋能麻烦他们呢？
而且你那套地理位置也不太好，卖了正好，咱们将来住我那套不就行了吗？我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他是不是当我傻呢？那套房子虽然是他家里准备的婚房，但写的却是他爸的名字，既不算他的财产，又不算婚内财产。万一将来离婚，我分不到1毛钱不说，自己原本的房子还得搭进去给他们还债。他们一家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我嘀咕了一下，突然觉得哪儿不太对劲，猛地抬头问他：不对呀，你既然说你被诈骗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？纪林瞬间就被点燃了。秦婉婉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去报警，这么个破事儿是什么好事儿吗？需要弄得人尽皆知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说白了，你要是不愿意卖房子就算了，不就是几十万吗？我卖血卖肾也能补上。说着，他还生气了，打开门就走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脸色不好的冲我爸妈打招呼，又把他家人叫走，气势汹汹地出了门。我有些懵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那个被裸聊诈骗，求着别人卖房赔钱的人呢。听我说完经过，我爸妈毛了。我爸气急攻心，猛地一拍桌子：秦婉婉，你要是敢卖房子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我妈一边安抚他，一边扭头劝我：婉婉，你听妈的，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他今天能裸聊，明天就能带着小三回你家。你说说你，挑来挑去，怎么就挑了这么个货色呢？我毫不在意，双腿在茶几上一搭，随手抄起桌上的桃子啃了起来。我有那么傻吗？别忘了你们姑娘是干什么的，她敢把算盘打在我头上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我是喜欢她，但比起我那套房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再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，还有待考量呢。我爸冷静了点，什么意思？我笑弯了眼，我的意思是，纪林的话咱听一半就行了，就冲他爸妈刚才帮着他瞒下来的意思。我总觉得他说的不太真。我妈窜到我身边：那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去查？我将桃核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扔进垃圾桶。好办啊，既然是诈骗，报警不就行了？全市的派出所那么多，纪林用怕丢人当借口，被骗了几十万块钱都无动于衷。拖着不去报警，必定有鬼。怕纪林回去越想越不甘心，半夜骚扰我，打扰我的好心情。我破天荒地关了机，夜里睡了个好觉。第2天一打开手机，果然有好多信息和电话轰炸。宝贝，对不起，是我配不上你，我不应该道德绑架你，你帮我是情分，不帮我是本分。宝贝，是我太急了，我就是觉得一天天的利滚利太厉害了，你早卖1天，我们的生活就能提早1天步入正轨。现在因为这件事，我上班都在担忧，每天看着需要还款的金额，我一个头2个大，就当你心疼心疼我，行吗？我之前给你买过那么多东西，生日礼物啊，圣诞礼物啊，包括过年给你的大红包。秦婉婉，你总得念着我点好吧？算了，本来就是我闯的祸，我自己承担。你记住，我难的时候你不帮我，我成的时候你也别指望我。就算我们将来没有福分在一起，你也要记住，我爱你。看到这句的时候，我还撇了撇嘴，看不出来呀，纪林居然还有这么硬气的时候。可紧跟着我又笑了。凌晨5点37分，纪林睡不踏实，给我发来了最后一句话：婉婉，你真的不考虑帮我吗？求求你了。我笑得满床打滚。其实我不太明白，怎么原来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有一天突然就烂了呢？在稀松平常的一天，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出，整个人在我眼里瞬间变得陌生起来，身上开始发出腐臭的味道，
这个看起来像个人的肉酱团突然炸裂开，流出让人作呕的腐臭恶露，变成一滩蠕动的腐肉。我知道，从这件事开始，我再也没办法把他看成一个人了。在我眼里，除了恶心2个字形容他，别无他法。我在爸妈和朋友们的陪伴下冷静了几天，又晾了他几天。不管他发什么消息，打几个电话，亦或是上门几次，我都不肯见他。起初我爸妈还挺坚决的，但看他天天来，刮风下雨也不例外，多少有点心软，让我把他带进来。我摇摇头，心软的时候就想想他家是怎么惦记咱家那套房子的，这样你们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妈还想再说什么，被我爸拉住了。孩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季林来了3天，见我没一次开门，甚至在窗户上看看他这种行为都没有，终于知道我不是闹着玩的了。回去后，他给我发了一篇巨长的小作文，里面写满了他对我的歉意，还说他不愿意分手，让我再好好考虑考虑，或者不卖房子也可以，让我做我家人的工作，先借他20万，他家再出20万，他的账就平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借他10万也可以。我躺在床上追剧，顺手把短信转发到了我们3个人的家庭群里。青莲，青莲，我收回可怜他的话。季林脑子有问题，心怀大海，我同意。晾了他一段时间后，距离他跳桥自杀也过去20来天了，距离他被诈骗也已经过去1个月了。就在我爸妈都逐渐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又翻了出来。挑了一天下班后，我打车专门赶去了季林叔叔工作的那个派出所报警。一听我家人被诈骗了，现在防电信诈骗又是警察工作的重中之重，他们二话没说就把我带了进去，让我讲清楚事情经过。接我的是个中年女警，还没等她开口，我直接展示了我的奥斯卡演技，双眼噙着泪对着她道：姐姐，我未婚夫被电诈了，我的彩礼钱全赔进去了不说，还被人家又网贷了几十万。女警皱了皱眉，仔细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解释了一遍。她看着电脑里记录的内容，面色不佳地向我重复了一遍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未婚夫裸聊被骗了50万，他嫌丢人不来报警，你替他来的？我点了点头。他打开记录表，一边准备填个人信息，一边劝我提前跟你说清楚，一般这种诈骗我们也见多了，基本都是境外 IP， 很难查，可以说基本上找不到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按压下内心的蠢蠢欲动，是这样吗？可是我男朋友的亲戚是警察，我们稍微走走关系，也不能抄个近道，稍微查仔细点吗？他手一顿，警察的亲戚还能干出这种事吗？我耸耸肩，他叫季林。话还没说完，女警蹭地握起了拳。他调出季林的身份信息。我蓦然瞪大了眼睛，是的，就是他。女警冷笑了一声，一边记录我的问题，一边给其他人打电话，不知在说些什么，只是依稀能听到小季的样子。感情这还是个小头头。我啊了一声，女警安抚道：没事，我记录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是不想让他知道是你报警的，对吗？我给你保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故作沉痛点了点头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我心情不错地回了家。爸妈正在做我最爱吃的糖醋排骨，我端着碗守在锅边，提起这茬，我妈有些担忧：季林不会报复你吧？知道是你报案的。我摇摇头，没事，他要是来报复我的话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反正他应该比我更害怕他那些丑事被暴露出去的吧。爸妈虽然没说什么，
但还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一定要小心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特意买了防狼辣椒水放在包里，只要纪灵敢背地阴我就以正当防卫为理由呲死他。果然，刚入夜，一个陌生号码就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是纪灵，我拉黑了他的手机号，他就变着法的用其他人的号给我打电话。我二话没说接通了，纪灵隐忍带些咆哮的声音传出：“秦婉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让你去我叔叔单位报警的？你还说我裸聊被骗，我叔叔被领导骂了一顿，他又骂了我一顿，你是不是脑残啊？我什么时候？”我哦了一声，难道没有吗？你那天跪下求我可是有录音的，不是你自己说你被骗了吗？又是贷款，又是通讯录的。纪灵愣了一下，你哪来的录音？我好心解释，你进来的时候，我也不小心点开了录音，很惊讶吗？纪灵压着脾气，叹了口气，婉婉，我们不应该走到现在这步的。我承认，我是骗了你。我压根没有裸聊被骗，但我确实是被骗的，贷了40万的款项，具体原因就不告诉你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你败坏我名声这件事就算了，可我叔叔是无辜的，你去给他道个歉，说是你编的，傻逼，纯傻逼。他继续道，不管我们能不能复合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我只是借了点钱，只是将你的彩礼先搭了进去，等我补上这个窟窿，就能取出来这些投资的钱了。事已至此，我压根不想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欠债。裸聊也好，投资也罢，他要么是纯幻想骗我钱吃绝户，要么是心眼多准备背后阴我。这种人，我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呢？一想到以后我们万一结婚，他肯定会觉得已经拿捏我了，会做出更多过分的事，我就无比庆幸上天的安排。订婚的时候出幺蛾子，这不是证明了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吗？我在电话这面点了点头，行，我知道了，等我考虑考虑吧。我是要考虑，但是考虑的不是要不要跟他和好，而是要怎么搞他。毕竟能恶心到我的人，我一定会双手奉上还回去。纪灵早就应该想好怎么承担惹我的后果，大概是觉得跟我复合有戏。纪灵又成天来公司和我家蹲守我了，偏偏我的生活就是很单调，除了每天家和公司2点一线外，也没什么其他地方可去，让他一蹲一个准儿。几次下来，虽然我们没明说，但纪灵却以为我原谅了他，来得更殷勤了。而我私心想着雨季平白多个上下班接送的司机，也没什么不好的。上班路上，纪灵状似无意又提起订婚的事。婉婉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家，我爸妈也骂了我一顿，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把订婚礼补上？我漫不经心地玩着小游戏，不着急，先这么过着吧。我目前没这个想法。纪灵猛然踩下了刹车，阴恻恻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他在大马路上刹车，吓了我一激灵，身后几辆车也被吓得立刻踩了刹车，不断摁喇叭。纪灵置若罔闻，只是盯着我，问我为什么？秦婉婉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不想跟我结婚？订婚只是一个仪式，你都不满足我吗？我眼睁睁看着他捏着方向盘的手越掐越紧，心里也有些害怕。我工作忙，目前没有这个心思。而且纪灵，你是当我傻吗？我还没过门就得跟你一起背上40万的债，你什么时候还清钱？什么时候再说吧。又听了会喇叭声，纪灵才起步开车。我知道了。我下车的时候仍心有余悸，刚走没2步，纪灵从身后叫住了我。婉婉，
好好工作，我下班还来接你。看着他的笑，我怎么看怎么不得劲。晚上，我用加班做借口拒绝了他接我回家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季林是个情绪这么不稳定的人？难道是因为这次负债给他造成心理阴影了？可这也不应该吧？我左思右想，不得其解，只能先暂时抛到脑后。接下来的一段日子，我能拒绝就拒绝他，能不见面就不见面，实在拒绝不了的，也只会出去吃个饭，就找借口回家。季林不是傻子，终于在几次过后攥住了我的手。秦婉婉，你到底在瞒着我？忙什么？总说你忙，你能有多忙？明天是我生日，你知道吗？看着他眼里的癫狂，我勾了勾嘴角，故作震惊。难道被你发现了？季林使劲一拉我，你说什么？我叹了口气，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，没想到你竟然知道了。他半信半疑地撒开我，我继续道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负债了吗？我想了想，反正我们也要成一家人了，那我能帮你一把还是帮一把吧。我们年纪不小了，我是也想要个家，也想要个孩子。这几天之所以躲着你，就是怕我忍不住告诉你，马上就你生日了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季林面露异色，给我惊喜？给什么呀？我从包里掏出大红本，我问我爸妈要了那套房子的产权。这几次说忙，就是在忙着跑过户那些事。我本以为你能耐心等等的，等你生日那天我给你个惊喜，没想到你还真生气了，就当我提前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吧。季林翻开房产证，上面写着我们2个人的名字，还是共同所有。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你，婉婉，你竟然……我含着笑点了点头，没错，如果没有那个意外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不是吗？喜悦冲昏了季林的头脑，他疯了似的抱紧我，婉婉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好心提醒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抵押贷款，先把钱还上了。房子和钱我们以后都会有的，不是吗？季林兴奋的双眼通红，对，没错，我以后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我把房产证给他没3天，季林就给我打来了电话，婉婉，我把房子抵出去了，你知道我贷下了多少钱吗？半年140万，除了我还钱利滚利出来的60万，我们还能剩80万。我想好了，这钱我们就存起来，我打算给你办一个世纪婚礼。他吹得天花乱坠，我却有些懵。我想过他能贷下来钱，没想到他能贷这么多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他是从哪儿贷的？如果是银行的话，不可能看不出来那房产证压根是个假的吧？没错，为了搞他，我特意去找朋友办了假证，真的房产证还在我爸妈手里。那标明我俩共同所有的假房产证，不过是我的权衡之计罢了。我是真没想到这个谎一撒竟然有这么大。你怎么贷了这么多钱？我去问过了，那边的房子市场价才120万。季林嘿嘿一笑，你不懂了吧？我特意找人托关系借的，听说是道上的，出手特痛快，给我借了好多，剩下的钱我要不先还给你，我怕将来翻旧账的时候引火上身，当场拒绝。季林笑得更开心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要，钱在我爸妈卡里，他们不放心我们看管，要给我们看着。这样吧，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，他们就把钱给我们。婉婉，你这次帮我这么大忙，我以后一定对你好好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最近应该不太有时间，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我负责，没空想别的事情，你先忙吧，等能脱开身了我再告诉你。意料之外的，这次季林没有过多指责我，反而笑呵呵地应下了。好，我老婆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，
我也不能拖后腿，我当你的后勤，我等着你。他喜滋滋地挂断了电话，临了的时候还说给我订了外卖，让我在公司记得吃午饭。我不由得有些感慨，难道这就是金钱的力量？放在以前，我要以工作为借口推辞跟他的约会，他早就炸毛了，哪有现在这副这么好说话的样子啊？看来这次还真是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短啊！接下来几天，不管我干什么说什么，在季林眼里都是正确的，哪怕我用各种理由割了他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甚至还会嘿嘿一笑。没事，你是不是想出口气呀？气我订婚宴上割了你？没事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我一直等你。自从季林突然暴富以后，他生活也奢靡了很多，不仅买了他平时珍藏的限量款球鞋，而且还给自己添置了很多电子设备，包括但不限于笔记本、台式电脑、平板、各种类型的游戏机和4080显卡。除了穿着打扮和电子设备，他还动不动跟所谓朋友们出去吃饭喝酒，10次有9次半都是他装逼花大头。每次看到他在朋友圈晒的那些照片，我就忍不住想笑。他每天花一点，不知不觉间竟然花出去了不少钱。3个月后，我给足了他挥霍的时间。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又撞似无意间提起我们的存款。你不是之前说还有80万吗？剩下的钱呢？正在吃饭的季林突然胳膊一停，怎么了？我抿了口奶茶，没怎么呀。我问问，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家拍婚纱照的跟拍，虽然贵了点，但效果不错。看看你能不能匀出点钱来，反正不是还剩80吗？除了婚礼需要的钱，还能剩不少吧？季林面色一凝，要多少啊？我略微沉吟，全包的话3、5万吧。季林顿时扔下了筷子，3、5万？你怎么不去抢劫呀？一个破婚纱照要用金子拍吗？这么贵？我愣愣地打量着他。可是你有那么多钱，给我3、5万怎么了？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拍？你不拍吗？你干嘛这么敏感？你跟我说老实话，你卡里到底还有多少钱？季林脸色一变，继续往嘴里塞饭。你别管，反正够我们花就是了。我装作生气的样子，当场扔了筷子。快说，否则我就问你妈去了。那是我的房子，我有知情权，见逃不过。季林闷闷道：“10来万吧。”我松了口气。你的意思是，除了我的彩礼，还有10来万，对吗？季林愣住了。彩礼？我点了点头。对呀，你赔掉了我的彩礼，难道就不打算给了吗？我借给你的钱可不止这10几万吧？季林脸色瞬间刷白。我明白，他是太猖狂了，猖狂到忘记了自己几斤几两。现在手里的钱，别说结婚了，连订婚都不够。我面色凝重，你别告诉我，你只剩下10来万了。季林窜了过来，抓住我的手。婉婉，你不会介意的，对吧？我们还能挣钱，不是吗？我可以把现在我手头的钱都给你，没钱并不代表什么的。我笑出了声。我看是你忘记了，你这钱是问人家带来的，不是人家白给你的。你现在花得高兴，没想过再过几个月该还钱了吗？你拿什么还？拿命还吗？季林低头，嗫嚅道：“我不还不就行了？到时候直接远走高飞，他们找不到的。反正人这一辈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结束了，能潇洒1秒是1秒。”我气笑了，我提起包包，转身就走。季林追了出来，还不忘把杯底最后一口酒喝掉。那次饭局不欢而散后，我有几天没联系他，又恢复了我们第一次分手时的样子。季林大概是怕我问他要钱，也不主动联系我了。他不联系我可以，但我不联系他可不成。毕竟在他眼里，
我可是白白给他抵押了一套房出去，难道我能让他白嫖我吗？所以我转换了赛道，直接开始每天狂轰乱炸他。这次我们的身份彻底对调了，话里话外只有一个意思：季林，你把钱还我，或者把房子还我，我反悔了，不跟你结婚了。你把欠我的都给我还回来，我们一刀两断。季林起初还变着花样的哄我，可后来大概是被折磨烦了，直接将我电话拖进了黑名单，不管我怎么换着号给他打，他都不接，更甚至给我发来了分手短信，上面很清楚地写着，他从来没有拿过我什么东西，也并不欠我什么，他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再相处下去了。良久，他补上了最后一句：秦婉婉，我们早就不合适了，我们分手吧。看着看着，我笑出了声，幸亏我之前留了个心眼，用假房产证坑了他一笔，不然我要是万一恋爱脑上头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我才是欲哭无泪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从那以后，季林非常快速地跟我隔绝了一切联系，包括我们之间的共友都联系不到他。他好像憋着劲在偷偷准备飞黄腾达似的，换了手机号，带着爸妈搬了家，听说连工作都换了，已经跟过往的一切都失去了联系和交集。半年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，他那个所谓的道上大哥非常准时的在半年01天的时候打电话找他还钱，可季林早就搬家了，他们哪能联系到季林？所以他们开始给我打电话，不为别的，只是因为季林当时借钱的时候把我当成了他的紧急联系人。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没反应过来，对面操着一口不太熟练的港普：你认识季林吗？他现在在哪？我果断否认，不认识，他换了手机号搬家了，听说是在躲债。对面沉默了3秒钟，告诉他赶紧还钱，否则我们就去弄死他。我直接叫住了他：大哥，我想问下，他当初问你们借钱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呀？对面不耐烦：房子。我好心提示，这样他之前骗过我们的钱，我也是好心提示你们，你们可以检查下那个房产证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别白白被他骗了这么多钱，找不到人。对面突然挂断了电话，我知道季林的噩梦就要来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季林就主动找上了门，大概是事情太紧急了，他甚至都等不到给我打电话，直接冲到我公司门口，在我下班路上截住了我。大概是有钱的生活太潇洒了吧，季林整个人像充气了似的胖了一圈，原本瘦削的脸上甚至都隐隐有了双下巴的存在。他挪动着步伐，大声叫着我的名字：婉婉，秦婉婉。你站住！我陌生地盯着他：你哪位？季林脸上划过一抹羞涩，但还是一把钳住我的胳膊质问我：我是季林啊。我没想到躲了半天，竟然还是被他们找到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之前给我的房产证，他们说是假的，现在又说我还不上钱，要让人搞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：你有病吧？他们要觉得是假的，一开始为什么还要给你钱呢？我看是人家看你不还钱还躲起来，找事儿存心想弄你的吧。反正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别人要弄你还是要杀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季林脸上挣扎了1秒，又拽紧我：不行，你不能不管我，房子你给我的，万恶之源都是因为你那套该死的房子，你得负责，你得对我负责。我懒得理他，尤其现在看见他窝囊臃肿的样子更是来气，穿着高跟鞋的脚一脚就踩在他患有甲沟炎的大拇指上。季林下意识松开我，
哀嚎着退了2步。我冷冷看着他，你要是下次再来找我，我就报警了。那你另一个甲沟炎也别想好了。对着我的背影，他破口大骂。我有些狼狈地跑上了附近一辆停靠着的出租车，很快离开了现场。接下来几天，我借口生病请了年假，一直都没去单位。别的不说，我还真有点害怕纪林狗急跳墙去我单位闹事，甚至伤害我。消停了3、5天，同事们都说没有见到纪林的身影，我这才安下心来。我按部就班地去上班，去谈合作，甚至中间还出差了几次。这期间，纪林都没有主动联系我。就在我怀疑他是不是遭遇什么不测的时候，我们的工友给我打来了电话。他告诉我，纪林出事了，现在正在医院抢救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看看他。我有些呆滞，出事？他怎么了？原来他在找完我以后的当天下午，就被借给他钱的黑社会抓了起来。他们让他还钱，他哪有钱可还？那群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折磨他，殴打他。纪林在里面关了3天，就瘦了7斤。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，纪林又想出了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。他去各种小程序和 App 借了网贷，好容易东拼西凑套现套出了钱，可离他问人家借走的120万还差得远。那群人给了他时间，让他花1周的时间去筹钱。只能说当时他笑得多开心，现在就有多绝望。本来潇洒的生活一去不复返，那些奢侈品和电子产品也并没有给他补回来多少窟窿。在他的一番骚操作下，本来就填不上的窟窿，现在像滚雪球似的变得越来越大。掰掰指头算算，现在最起码道歉各个大大小小的平台得有200-300万，而且因为他骇人听闻的战绩，不少网贷 App 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单。这下纪林再也凑不出来1分钱了，眼看黑社会要给他剁手剁脚，那些网贷 App 的要债专员又不分白天黑夜地骚扰他和他的家人朋友。他那些事迹在整个圈子里都传遍了，他在派出所的叔叔甚至扬言要大义灭亲，直接把他抓了了事，嫌丢人，跟他家也断了来往。纪林彻底绝望了，他不知道自己是哪步走错了，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所以他一时想不开，选择了跳楼。跟上次大张旗鼓巴不得全世界人都看到的跳桥不同，他这次是真的存了死志，既没敢大声喧哗，又是在凌晨自己偷偷摸摸打开窗户，直接纵身跳了下去。要不是差点砸到正在扫地的小区保洁，保不齐凉透了才能被好心群众发现。听完这些，我有些震惊，他家12层。掉下来居然没死，工友点了点头，听说好像是摔树杈上了，反正虽然头破血流，身上骨折的，但应该是不致命。我啧了一声，那是多少有点可惜。你说这么个害虫，怎么就没死呢？工友听我这么说，来了劲儿，怎么，他也填你紧急联系人了？我默默翻了个白眼，肯定啊。那种人巴不得把我也拖下水。我当初不让他借钱，他还不听，后来还跑我公司闹事，害得我为了躲他，请了好几天假。工友震惊：妈呀，幸好你当时没有跟他订成婚，这都是老天有眼啊！又寒暄了几句，本来打算去看望纪林的工友也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纪林这种人，压根不配有人去看。听说他爸妈也崩溃了，纪林借钱这件事他们压根就不知道，更别提有钱帮忙还了。现在除了能在医院陪着他，给他续命，别的无能为力。听说老两口挺惨的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得省吃俭用给纪林往出腾医药费。
当然，老两口市集期间也联系过我，他们舌灿莲花，一口一个前儿媳妇，最终落脚点还是想问我借钱，哪怕不肯借钱，去跟他们交替轮流照顾下季林也好。我说呢，季林的脑残是随谁？原来是遗传啊！听到他们这种无耻的算盘后，我果断挂断电话，顺手将两个人都扔进黑名单里。不管他们说的如何天花乱坠，我始终没有软了口气，也没有回过头。后来他们一家子给我在打电话的时候，一个都没通，他们也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，也没怎么骚扰过我。我没空搭理他们，愈发用心地经营我自己的人生。当然，爸妈和我也彻底想开了。季林不只是个例，我很难保证下一个碰到的异性会比季林强，更不敢保证不会有人惦记我们家的东西，吃爸妈的绝户。经过这事，我们也确实得了个教训。人嘛，为什么非要结婚呢？难道一个人过得不好，非得找个人回来惹自己生气，自己还得伺候人家吃喝，这就好了吗？婚姻这件事，甲之蜜糖，乙之砒霜。有些人适合相夫教子，适合做后勤工作，情绪需求价值高，没人陪着会很崩溃。所以当个居家夫人，结婚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选择。而有些人天生就不是甘愿在婚姻里隐姓埋名，做男人背后依靠的那个人。比起结婚，更适合他们的赛道是在工作里发光发热，是一个人在午后，在清晨欣赏日落日升的畅快。我偏偏是后者，没有谁比谁高贵，只是选择不同而已。人生来活一辈子，总要为自己而活，而不是活在世俗眼里。结婚有结婚的好处，不婚有不婚的意义。我们每个人各不相同，却同样有享受精彩人生的权利，不是吗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